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内山叶子女士所著的《充满毒素，90%的疾病可以通过排毒预防》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您的周围充满了有害物质；第二，如何正确、安全的持续进行解毒的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您的周围充满了有害物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每天都生活在大量化学物质和有害物质的包围中。这些化学物质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食品、住宅、衣物、清洁用品、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甚至药品中。例如，含香氛的洗衣液、抗菌涂层的拖鞋、保质期较长的便利食品、轻便且不易碎的塑料瓶、高品质的洗手液与色彩鲜艳的化妆品。虽然这些物品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含有的有害物质却在无形中损害我们的身体功能，降低排毒能力，甚至引发糖尿病、发育障碍、认知症、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多种癌症。食品中含有下面有害物质：一、农药。农药不仅抑制酶的作用，还会杀死肠道内的有益菌群。许多进口食品在收货前甚至会使用超出标准的农药。二、养殖水产品和家禽饲料。这些饲料中常含有转基因成分和抗生素。鱼类和肉类的加工产品中可能也带有这些残留物。三、水和土壤的污染。现在的海洋、河流和湖泊中充满了有害金属以及放射性物质。大型鱼类如金枪鱼、海藻等可能已经积累了这些毒素。农药、工业排放物和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污染会通过土壤进入我们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四、食品包装中的隐患。食品接触的塑料瓶、保鲜膜、塑料餐盒、发泡聚苯乙烯托盘等，常因热水或高温释放有害物质，特别是即食方便食品的包装中更为明显。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问题也不容忽视，如 PM2.5 和车辆、飞机排放的尾气。这些微小颗粒物会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身体，对健康造成长期威胁。通过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逐渐意识到身边隐藏的毒素对健康的潜在危害。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正确的方法安全地进行解毒，帮助身体恢复健康。工厂排放的二恶英等各种有害物质潜伏在我们周围，这些物质甚至通过呼吸就能进入体内。这不仅仅是室外空气的问题，室内的空气也存在有害物质的威胁。例如，新建房屋中常见的墙纸胶、新家具的油漆、玩具或塑料制品中的二恶英、清洁建筑物时使用的消毒剂、白蚁防治剂以及清洁剂等，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入体内。虽然列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但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各种毒素。那么这些毒素是如何进入我们的身体的呢？有害物质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体内，甚至在体内代谢后还可能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例如水银、铅、镉、砷、铝等有毒金属，以及石油产品等被称为有机污染物的合成化学物质。我们每天都在无意中将毒素摄入体内，例如通过饮用水、淋浴或洗澡时经由皮肤或呼吸道吸收，通过呼吸被污染的空气进入体内，通过含有加工食品、添加剂、农药或土壤污染物的食品进入身体，甚至通过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用品渗透入体。毒素可能通过伤口进入，也可能通过皮肤或黏膜吸收，或直接通过呼吸进入血液。仅仅是日常生活，就让毒素不断被身体吸收。人体本身有一定的排毒机制，例如通过尿液、粪便、汗液或呕吐将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但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毒素都能被完全排出，总有部分残留在体内。如果将人体比作一个水桶，这些毒素就像不断注入的水，如果排毒能力不足，水桶会溢出，而这往往会导致癌症、自身免疫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各种健康问题。那么现在您的毒素水桶已经装满多少了呢？
毒素的积累程度和症状因人而异，受到种族、年龄、生活方式、压力、性别、基因差异、肠道环境、过敏体质和排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您感觉自己的水桶里毒素已经累积过多，那么请详细了解如何正确且安全地进行排毒，并积极付诸实践。对一些人来说，排毒后身体状况可能会有焕然一新的改善。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如何正确、安全地持续进行解毒的方法。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各种有害物质与许多症状和疾病息息相关。当身体出现症状时，往往代表这些毒素已经在体内累积，并且影响到了我们的排泄功能。事实上，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始终暴露在各种毒素的环境里。因此，预防疾病的关键在于避免毒素的累积。如果已经出现症状或疾病，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减少新的毒素摄入，同时通过排泄将已有的毒素排出体外，这样才能帮助改善健康，促进康复。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解毒的方法。第一个原则，避免有害物质。为了降低毒素接触风险，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检查居住环境是否存在隐患，比如是否靠近高压电线、电波塔、旧工厂、污染的河流或垃圾填埋场，是否住在核电站附近，是否处于农药喷洒区，是否靠近高速公路或工厂排放严重的地区。这些环境因素都可能造成毒素暴露。如果发现风险较大，最好考虑搬迁。若无法搬家，也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例如使用电磁波防护用品，给饮用水加装过滤器。在空气污染严重时，避免开窗，不要在室外晾晒衣物等。同时，家中的环境同样重要。新房子常见的问题是建材和家具释放的甲醛、挥发性有机物等，旧房子则可能存在霉菌、含铅油漆等隐患。因此，建新房时要尽量选择无害材料，入住前多通风。旧房要注意防霉，检查是否有铅漆。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一次，即使只有5分钟，也有帮助。在饮食方面，要减少摄入含添加剂、加工过度的食品，少吃速食、便当、零食等，尽量选择新鲜、来源清楚的食物，避免转基因或化学加工成分。也要减少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如小麦、乳制品、糖和加工食品。第二个原则，让身体不易吸收毒素。人体本身具备一定的屏障功能，能阻止部分有害物质进入体内。但是，当出现炎症时，这些屏障会受损，使毒素更容易渗入。因此，控制炎症非常关键。避免引发炎症的食物、乳制品、糖类、小麦制品、加工食品等，保持良好的肠道和鼻腔健康，减少过敏源，注意呼吸方式，避免长期用口呼吸，以防口腔和咽喉问题，加强口腔护理，定期看牙医，及时处理牙齿问题。第三个原则，从内在帮助身体更顺利的解毒。管理压力，压力过大会让交感神经长期占主导，抑制排泄和解毒功能。可以通过冥想、瑜伽、芳香疗法、深呼吸、散步等方式放松身心，保证睡眠。睡眠紊乱会影响生物钟基因，从而打乱身体的解毒节律。睡前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或电脑，并营造安静、舒适的卧室环境。通过出汗排毒，汗液中可以排出重金属和部分有害物质。运动、泡澡、桑拿、足浴等都能促进出汗，改善循环系统，加速毒素排泄。每天泡澡5分钟，就能帮助放松和促进排毒。借助温和的外部方法，避免使用过强的药物解毒剂，以免毒素快速流动造成风险。建议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入手，然后再考虑适度补充剂。合理使用补充剂，B族维生素、叶酸有助解毒，活性炭、废石吸附毒素需注意用量。草药和香料如姜黄、螺旋藻支持肝脏和抗氧化。锌、镁、
硅等矿物质帮助排除有害金属。补充剂应选择温和、安全的品种，切勿过量使用。总之，即使我们已经尽力避免有害食物，每天呼吸的空气依然可能带来毒素。因此，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日常饮食、生活习惯和细微的积累，持续温和地支持身体的解毒功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